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幕降临，台北的街头渐渐安静，繁华的城市生活被不知名的黑暗吞噬。在都市的喧嚣与白天的快节奏中，阿杰，一位年轻的探险爱好者，正坐在一间昏黄灯光的咖啡馆里。他翻阅着手中的旧报纸，突然，一则不经意的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金山鬼屋，历史悠久的废弃医院，曾发生多起失踪事件。阿杰低头，仔细阅读起这篇文章，文字简洁明了，却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寒意。文中提到，这座位于新北金山区的废弃建筑，曾是一个疗养院，最后因几起神秘事件被迫关闭。随后，这里成为了许多流浪者和探险者的圣地。而每年总有一些人因为种种未知原因消失在这座鬼屋中。周围人传言，这些失踪的人或许被留在了鬼屋中，永远无法逃脱。金山鬼屋，阿杰轻声念出了这个名字，嘴角挂起了一丝挑衅的笑意。这不过是些无聊的故事罢了。作为一个酷爱探险和解开谜团的年轻人，阿杰从未相信过这些鬼怪传闻。他玩过无数次的恐怖游戏，挑战过许多令人胆寒的地点，但从未感到真正的恐惧。对于他来说，这些不过是消磨时间的小玩意而已。就在这时，阿杰的好友小李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：你不信鬼吗？那我们去金山鬼屋看看，亲自揭开谜团，怎么样？阿杰的心中闪过一丝不屑，却还是忍不住回复：好啊，反正没有什么能吓到我。你说的轻松。小李回复：可别后悔。他知道小李同样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家伙，和他一样对未知充满了好奇。但在那一瞬间，阿杰并没有感觉到任何恐惧，他只是在思考如何拆解这座废弃医院的谜团。他想，也许这正是一次完美的机会，去验证一下所谓的鬼屋是真是假。这时，店内的钟声突然响起，打破了原本的寂静。阿杰抬头，看见咖啡馆的老板正在关门。他起身，随手将手机放进了背包里，站起身来，走出了咖啡馆。空旷的街道上，夜风轻轻吹过，带着一丝微凉。就这样吧，反正今晚也睡不着，阿杰自言自语道，决定与小李一起前往金山鬼屋。夜色愈发深沉，城市的霓虹灯渐渐模糊。阿杰和小李在车内相对而坐，小李将车窗摇下，外面是大片黑暗的山林和不时闪烁的灯光。他笑着说道，你知道吗？听说那个地方一到夜晚，连最坚定的人都会感到不安。阿杰心中涌起一丝不快，他不想让这些莫名的心理暗示动摇自己。他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回应，你怕什么？我们今晚就去拆解这个恐怖神话，让大家都知道那些所谓的鬼怪只不过是人们的幻想。小李没有说话，脸上带着一丝微妙的表情。他似乎察觉到了阿杰的决心，但他也知道，这种带着挑战心态的探险并非简单。车轮在荒郊野外的土路上碾过，周围的环境越发荒凉，连虫鸣声也显得稀疏。当他们终于抵达金山鬼屋时，已经是深夜。车停在废弃建筑前，四周寂静的几乎让人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阿杰环顾四周，黑色的建筑轮廓在月光下显得格外阴森。金山鬼屋就像一只静静潜伏的猛兽，等待着他的猎物。就从这里开始吗？阿杰皱着眉头看向前方。小李没有立刻回应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也许今晚会有点不同。阿杰耸了耸肩，感到一丝难以言说的不安。这个地方的气氛确实让人有些压抑。他本以为自己会毫不动摇，但走进这座鬼屋的那一刻，心中仿佛有一股莫名的恐惧在悄然滋长。没事的，走吧。阿杰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镇定，推开车门，迈出了第一步。进入鬼屋的那一刻，阿杰突然觉得空气变得异常沉重，似乎每个呼吸都带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。脚步声在空荡的大厅中回荡，越走越远，仿佛四周的墙壁都在吸收着他们的声音。小李跟在他后面，面色微白，眼睛紧紧盯着前方。这座建筑似乎被遗弃已久，积满了尘土和蜘蛛网，
每一步都踩在木板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大厅里的光线昏暗，月光透过破碎的窗户洒在地上，形成一道道冷冽的光影。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一种无法言喻的腐朽感。阿杰强行压下心头的不安，望向四周的墙壁，想要寻找任何能够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。然而，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了角落的一块石碑上，石碑上刻着一行字：走得越深，离真相越远。那一刻，阿杰的心跳突然加速，仿佛有某种隐秘的力量开始将他吸引向这个地方的中心。他心中生出一丝不安，但很快他又自嘲一笑，告诉自己这不过是偶然的巧合。但即便如此，一种隐约的感觉告诉他，今晚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探险。阿杰和小李步入了金山鬼屋的大门，门口发出吱呀一声，似乎在向他们发出警告。厚重的木门缓慢地关闭，仿佛世界的声音都在这一刻被吞噬了。空气中的湿气让人感到不适，旧木地板上有着岁月留下的痕迹，灰尘与霉味在空气中弥漫。每一步，他们的脚步声都异常清晰，回荡在空荡的大厅中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的存在。紧张感愈加浓烈，这里真是不太对劲。小李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，他紧紧握住手电筒，微弱的光束穿透昏暗，划破了四周的黑暗。阿杰看了看周围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他本来是想挑战这座鬼屋的神秘，想揭开它的面纱，但此刻的景象让他开始感到不安。他原本觉得自己会毫不畏惧，甚至有所期待，但眼前的场景让他的心底泛起了丝丝寒意。四周静得出奇，除了他们的脚步声，什么也没有。可是空气中的压抑感让人难以忽视，就像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逼迫他们深入。阿杰拉了拉身上的背包，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。继续走吧，既然来了，他用一种强装镇定的语气说道。尽管心中涌动着疑虑，他们走进了大厅。四周被墙上的陈旧画作和破碎的家具包围，画面已经褪色，人物的面孔模糊不清，仿佛时间在这座建筑中停滞不前。大厅的中央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，上面堆满了发黄的纸张和破损的书籍。这些书籍显然经历了岁月的摧残，封面脱落，书页泛黄，空气中的霉味愈加浓烈。这座屋子看起来就像是被时间遗忘的地方。小李低声说，他的眼神开始四处游移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可以抓住的安慰。阿杰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向前走，心跳渐渐加快，他的步伐不自觉地放慢了。在一处角落，他突然注意到了一些湿漉漉的痕迹，那些痕迹在灰尘覆盖的地面上显得格外明显。那些痕迹看起来像是从大厅的一侧延伸到另一侧，仿佛有一个人或物在地上拖动过。他蹲下身，仔细观察，指尖触碰到地面时，竟然有些湿滑，仿佛刚刚有东西经过。但除了他们之外，整个屋子里似乎空无一人。那边有痕迹。阿杰指了指地面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疑虑。小李显然并不打算过多关注这些细节，他笑了笑，别吓唬我，阿杰，这种地方肯定会有很多这种痕迹。阿杰点了点头，但心底却仍然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不安。他站起身，带着小李继续向楼梯走去。楼梯的扶手早已锈蚀，显得摇摇欲坠。木质的楼梯在他们脚下发出一阵阵嘎吱声，仿佛每一步都在提醒他们，这座建筑不欢迎任何人的到来。突然，阿杰停住了脚步，他的眼前是一扇看似普通的房门，但门旁的墙上却有一块异样的痕迹。那是一张被刮得凌乱的纸，上面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：走得越深，离真相越远。阿杰的心猛地一跳，这似乎是某种警告，或者更像是某种暗示。他摸了摸那张纸，指尖触碰到纸上的痕迹时，一股凉意瞬间传遍全身。他不禁回头看了看小李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发现小李正低头沉默不语，似乎陷入了某种沉思。你看到了吗？阿杰问，声音比平时更低沉了一些。小李抬起头，看着阿杰，脸上露出一丝紧张的神色。看到什么？阿杰指了指那张纸，这些字像是有人故意写的。小李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僵硬，
他开始感到一丝不对劲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阿杰看了看小李的脸色，心中忽然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。眼前的房间看似普通，但每一处细节都在提醒他们，这座鬼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。就在他们准备继续前行时，忽然一声轻微的呻吟从上楼的某个方向传来，那声音如同来自地下深处，低沉而模糊，仿佛有人在痛苦的挣扎。阿杰的身体猛然僵硬，那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回荡，让人无法忽视。你听到了吗？小李的声音低沉而颤抖。阿杰点了点头，心跳似乎在这一刻加速，他不敢再继续前进，脚步停滞在楼梯的中间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更加清晰，仿佛有人在向他们求救，但却又显得十分遥远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寒意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悄然将他们拉向深渊。我们必须上去看看，阿杰说，尽管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小李深吸了一口气，眼神里闪烁着不安。你确定吗？我们还要继续吗？阿杰的心中有些动摇，但他仍然坚持道，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里，不能停下。别忘了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，不是吗？两人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，最终决定继续上楼。楼梯上脚步声回荡，仿佛越走越远，深不可测。每一步他们都能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盯着他们，隐藏在黑暗的背后，伺机而动。渐渐的，那个呻吟声变得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接近。就在这时，楼梯尽头的一扇门猛地关上了。阿杰和小李对视了一眼，心中的不安愈发加重。门的突然关闭打破了空气中的沉寂，仿佛他有意阻止他们前进。空气变得愈加沉重，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。阿杰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，但他知道这座鬼屋的气氛已经开始侵蚀他的理智。小李的声音颤抖地响起，那是什么？谁关的门？阿杰的心跳加速，他环顾四周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只有那些破旧的墙壁、深邃的黑暗和他们沉重的呼吸声。就在此时，他突然觉得背后有一股阴冷的气流，仿佛有无形的眼睛正盯着他看。我们去看看。阿杰的语气虽然坚定，但双手已微微发抖。他知道此时再回头，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解开这个谜团。两人慢慢走向那扇关上的门，每一步都充满了不安，每一步都让他们离未知的恐怖更近。门紧闭着，门框的漆已经剥落，裸露出木材的深色。阿杰轻轻握住门把手，深吸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门并没有上锁，但当他轻轻推开时，竟然没有任何反应。门被卡住了，用力推一下。小李有些焦虑，站在他身后，眼睛紧盯着门。阿杰咬紧牙关，闭上眼睛，施力将门推开。当门终于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一股刺鼻的霉味扑面而来，令人窒息。屋内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们走了进去，打开了手电筒，微弱的光线照亮了眼前的空间。这是一间简陋的房间，墙壁上挂着几幅已经褪色的画作，地上堆满了破旧的床单和枕头。房间里散发着一种厚重的腐败气息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几十年。阿杰的目光扫过房间，但突然他停下了脚步。他的目光定格在房间中央，那里摆着一个木质的摇椅，摇椅上空无一物，但它却在轻轻摇晃。你看。小李的声音突然提高，带着不安和惊恐。阿杰紧张地转头，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快，那把摇椅的摇动越来越明显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在推动它。摇椅的节奏是那么规律，就像是某个人坐在那里，轻轻摇晃着自己。但房间内什么也没有。停了，阿杰低声说道，心中涌上一股无法抑制的恐惧感。摇椅突然停了下来，空气似乎凝固了，四周变得更加寂静。阿杰的手心开始出汗，尽管他拼命告诉自己这只是某种自然现象，但内心深处的恐惧却始终没有得到安抚。突然，房间的角落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声音，像是纸张摩擦的声音，缓慢且有节奏。阿杰猛地转头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那声音再次响起，
这次听起来更加清晰，仿佛某种东西在房间的一角偷偷移动。小李，你听到了吗？阿杰的声音几乎是低语，眼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。小李也愣住了，他的眼睛盯着那片角落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敢相信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就在他们继续观察时，突然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画开始晃动，接着从画框中掉落下来，随着画作摔到地上，房间的空气仿佛再次震动了一下。阿杰愣住了，他弯下腰去捡起掉落的画，画的背面赫然写着一行字：你们永远无法离开。阿杰的心猛地一沉，心脏几乎跳出了胸腔，他的手微微颤抖，低声嘟囔道：这不可能。小李的脸色变得苍白，刚才的好奇和兴奋感被彻底消磨殆尽。他伸手抓住阿杰的肩膀，声音低沉而急促：我们应该离开。阿杰，真的该走了。阿杰被他的话惊喜，但他心中的好奇心却无法让他停下脚步。他环视四周，想要找到更多的线索。不能就这么走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出路。然而话音未落，房间的灯光突然闪烁了一下，然后熄灭，周围瞬间被黑暗吞噬。阿杰，小李的声音紧张地叫唤着，他伸手去摸索阿杰，却什么也摸不到。我在这儿。阿杰的声音也显得有些不安，他紧张地朝四周张望，却发现周围的黑暗越来越浓厚，甚至让他感觉到自己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包围着。突然，墙壁上的一扇窗户发出咔嚓的声音，竟然缓缓打开了，冷风灌入室内，带来一股阴冷的气息。阿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安，心跳愈发剧烈。他猛地一转身，却看到小李站在窗前，目光直直地盯着外面。你在看什么？阿杰问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小李没有回答，依然盯着窗外。阿杰走到他身边，看到窗外的景象，黑夜中，远处的树林中有一团模糊的光点，在不规则的移动，像是某种鬼魂的身影。我们快走。阿杰，小李终于转过身来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恐惧。这是我们进不去的地方。阿杰的心跳漏了一拍，眼前的情景让他几乎无法动弹。外面的光点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朝他们走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的另一扇门突然剧烈地震动了，仿佛有人在用力撞击。阿杰和小李同时转头，门突然撞开，响亮的声音震得整个房间颤抖。紧接着，门后的阴影中出现了一双冷冷的眼睛，静静地盯着他们，仿佛已经等候了很久。快跑！阿杰几乎是本能地喊出这个词，紧接着他拉住小李的手，猛地冲向房间的出口。然而黑暗的尽头却是一片无尽的虚无。阿杰和小李几乎是冲破了门口的黑暗，慌乱地向楼梯下跑去。楼梯的木板在他们急促的脚步声中剧烈晃动，回响在空荡的楼道里，仿佛整个建筑都在对他们的逃离做出回应。就在他们接近楼梯时，后方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，像是有什么巨大的物体从楼上掉落。阿杰猛地回头，看到了楼道的尽头，那里依旧是死寂的黑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那一声巨响似乎带着一种恶意的预兆，一种追逐的节奏，仿佛鬼屋内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寻找他们，准备吞噬他们的一切。快点，不管是什么，别回头！阿杰急促地喊道，拉着小李的手一股脑地冲下楼梯。每走一步，他们的心跳都在加速，仿佛脚下的楼梯每一阶都带着诅咒，要将他们拉入深渊。终于，他们跑到了一层的大厅，急促的喘息声回荡在这个空旷的空间里。阿杰的眼睛迅速扫过四周，但什么也没有看到。眼前的景象看似毫无改变，昏暗的大厅，破旧的家具，曾经的风景和记忆如今却被时间和腐朽吞噬，每一处都显得空洞而荒凉。我们该怎么做？这座屋子到底藏了什么？小李的声音中带着无法掩饰的恐惧，他的双眼瞪得大大的，满是惊慌。阿杰的心中也充满了疑问，但他知道他们不可以停下脚步，即便是被恐惧所吞噬，也不能让这座鬼屋最终得逞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必须找出真相。我们现在去地下室。阿杰的声音冷静下来，
但内心却已经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地下室正是他们最初发现的那个声音来源的地方，那道门，他们曾在其中听到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声，仿佛有某种东西正在地下等着他们。你疯了吗？小李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。地下室，阿杰，你没看见吗？那种东西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阿杰咬紧牙关，尽管内心的恐惧像潮水般涌来，但他还是坚定的点头。我们必须下去，只有找到那个地方的真相，我们才能离开。小李的眼中闪过一丝犹豫，但他很快便点了点头。两人深吸一口气，顺着房间的一侧走向地下室的楼梯。空气中的湿气让人几乎无法呼吸，每走一步，阿杰的心中就增加一分紧张和不安。地下室的门依旧紧闭，仿佛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阿杰的手握住门把手，推开了门。随着门的打开，一股冰冷的气流扑面而来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阿杰和小李站在门口，心跳几乎要跳出胸膛。突然，地下室的一角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呻吟声，低沉而沙哑，仿佛是来自地下深处的呼唤。那声音混杂着恐惧和痛苦，带着无法抗拒的压迫感。我们该不会是走错了地方吧？小李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，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黑暗中的某个角落，不管是什么，都不能回头。阿杰深吸了一口气，拉住小李的手，径直走进了地下室。每一步，他们的心跳都在加速，四周的黑暗仿佛变得更浓，浓得让人无法喘息。地下室的空间异常宽敞，墙壁上爬满了苔藓，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味道，脚下踩着湿滑的地面，每一步都带着令人作呕的感觉。阿杰的手电筒微弱的光束照亮了周围的环境，却无法穿透那深沉的黑暗。突然，手电筒的光停留在了一个角落，那里有一个老旧的铁笼，笼子里空无一物，但笼子的门却被拉开，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开口，仿佛曾经有人在这里被囚禁过。这里曾经关过什么东西吗？阿杰低声自语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感。他走到铁笼旁，忽然一阵风从屋顶的裂缝中吹进，带起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低语声。那声音仿佛是从铁笼内部传来，又像是从地下深处传来的低沉一语，带着强烈的压迫感。你听到了吗？小李的声音显得格外急促，他的目光四下游移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阿杰转身看向地下室的另一头，那里有一道厚重的铁门，门的上方锈迹斑斑，显得极为古老。门的上方似乎有着一些难以辨识的符号，那是什么？阿杰用手电照向那道门，眼睛紧紧盯着它。小李的声音顿时变得低沉，这是曾经医院的病房门，听说那些病人最后都死在了这个地方。阿杰的心一跳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终于鼓起勇气走向那扇门。门缓缓地打开，带着沉重的声音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嘎吱声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门后是一个幽暗的房间，四周堆满了废弃的医疗器械和腐烂的床单。房间的中央有一具已经腐烂的尸体，浑身被粗大的锁链捆绑着，死者的面孔扭曲着，仿佛正在经历某种无法描述的痛苦。就在这一刻，阿杰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。那具尸体的眼睛突然睁开了，虽然已被腐蚀，但眼睛里依然透出一丝诡异的光芒。死者的眼神仿佛在传递某种无声的警告。你还在这里？阿杰低声说道。话音未落，尸体的眼睛突然眨了。眨！空气中的寒气瞬间加剧，阿杰和小李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，仿佛他们已经被这座鬼屋的诅咒紧紧缠住。那双腐烂的眼睛虽然失去了生命的光辉，却散发出一种无法言喻的诡异气息。他们盯着阿杰，仿佛穿透了时间与空间，直击他的灵魂。阿杰几乎无法移动，心脏的跳动变得沉重而缓慢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开始模糊，只有那双眼睛的光芒如同恶魔的烙印，牢牢抓住了他的意识。小李站在他的身旁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里满是恐惧。他咽了咽口水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阿杰，我们必须离开。
离不开了。阿杰的声音低沉而空洞，仿佛他已经听到了这座鬼屋的呼吸，感受到了它的存在。突然，那具尸体的眼睛再次闪烁，死者的嘴巴微微张开，低沉的声音从其中传出，像是古老的咒语，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永远困在此地离不开。空气中一阵寒气袭来，仿佛有无形的手从地下伸出，紧紧握住了他们的身体。阿杰的心跳剧烈加速，他感到一股沉重的力量从四面八方逼近，仿佛整个鬼屋都在将他们吞噬，每一寸空气都充满了无法逃避的压迫感，每一步都让他们离出口更远。快跑！小李突然大喊，拉住阿杰的手，猛地转身冲向地下室的出口。尽管他们已经几乎没有力气，但恐惧给了他们最后一丝动力。他们拼命奔跑，身体被阴冷的空气包围，头顶的灯光闪烁不定，仿佛在嘲笑他们的挣扎。但是无论他们多么努力，似乎总有一股力量在拉着他们向深处走去。每跑几步，身后的门都会再次关上，周围的黑暗越来越浓厚。阿杰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自己身后根本没有任何出口，只有无尽的黑暗和那张腐烂的脸庞。小李，我们快点！阿杰咬着牙，拼尽全力地往前冲，脚下的木板嘎吱作响，仿佛每一声都在警告他们不要再继续前行。当他们终于跑到楼梯口时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。楼梯的顶端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个人影没有面孔，只有一个黑暗的轮廓。随着他们的靠近，他缓缓转过身来，你们走不掉的。那声音来自于那团黑影，带着一种深沉的低语，仿佛来自地狱深处。小李浑身一颤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猛地拉住阿杰，跑，现在就跑！他们毫不犹豫地冲上了楼梯，尽管每一步都重如千斤，心跳在耳边轰鸣，呼吸变得急促而紊乱，似乎每一层楼都在阻止他们。仿佛越往上走，鬼屋的力量就越强大，而每当他们抬头时，看到的依旧是那个无面人的身影，仿佛他永远跟随着他们，注视着他们的每一次挣扎。终于，他们冲到了鬼屋的最顶层，那个地方他们从未到过。阿杰气喘吁吁，环顾四周，发现这里的景象格外奇异。房间内堆满了破碎的家具和散落的纸张，墙角有一扇破旧的窗户，窗外是无尽的黑暗，没有任何光源。我们就要死在这里吗？小李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助，他的眼中满是恐惧，身体已经失去了力气，站立都变得困难。阿杰不再回应，只是默默地走向那扇窗户。外面是一片深邃的夜空，星辰微弱，仿佛被层层乌云笼罩。突然，他的目光定格在窗外的某个地方，那里有一盏灯，微弱的光芒从远处的山坡上透过树林闪烁，仿佛是一个信号。那边，阿杰指向窗外，快，我们必须赶过去。他拉起小李的手，冲向房间的另一侧。尽管已经筋疲力尽，尽管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寒气，但他们的心中仍然存有一线希望。也许那道光就是他们的唯一出口。两人拼命地奔跑，穿过鬼屋的走廊，穿越重重的黑暗，每一步都像是迈向未知的恐怖。周围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消失。就在他们跑到楼梯口时，身后的门突然又剧烈震动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迫近。不，我们不能停下！阿杰咬着牙，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他和小李一同飞奔下楼，跑向屋外，几乎是用尽最后的力气。终于，他们跑出了鬼屋的门口，冲进了外面黑暗的树林里。冷风袭面，身体被寒冷的气流包围，但他们并不在乎。他们顾不上疲惫，顾不上恐惧，只有一个念头：逃离这座鬼屋，逃离这场无尽的噩梦。但是，当他们回头看那座鬼屋时，却看见它依旧矗立在黑暗中，仿佛从未改变过。屋顶的窗户亮起了一道微弱的光线，仿佛有人在注视着他们。阿杰的心猛然一沉，他拉住小李的肩膀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看到了吗？”小李紧张地看着鬼屋的方向，目光凝固。我们逃脱了。还是阿杰低语：“我们永远也无法离开。”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逃脱了，
但他们知道，这座鬼屋的诅咒或许永远不会消失。两人并肩走向远方的光明，却也无法摆脱那种深沉的恐惧感。这座鬼屋依然在追逐着他们。当阿杰和小李终于走出那座鬼屋时，远处的天际渐渐开始泛起鱼肚白，夜空中的星星似乎早已悄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薄雾和灰色的晨曦。空气虽然清新，但寒冷却丝毫没有褪去。两人停下脚步，喘着粗气，回望那座依旧矗立在黑暗中的建筑，内心的恐惧仍未散去，仿佛它的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他们。他们走得很快，脚步几乎是机械化的，一步接着一步，像是要逃离那个无法言喻的存在。阿杰的目光盯着前方，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迷茫和不解。他的脑海里不停回放着鬼屋中的每一幕，那腐烂的尸体，低语的声音，摇晃的椅子，还有那双死者的眼睛，仿佛他们一直在注视着他，试图传递某种无法言喻的讯息。小李阿杰终于开口，声音有些低沉：我们真的逃出来了吗？小李的步伐顿了顿，他的眼睛充满了迷茫和恐惧，似乎在努力整理那晚发生的一切。我不知道，阿杰，我们跑出了鬼屋，可是心里总觉得那里的一切从未结束。阿杰看着远方，心中不禁涌上一股莫名的恐惧和不安。是的，尽管他们已经走出了鬼屋，尽管他们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自由，但那座鬼屋的存在仿佛早已深入了他们的灵魂，成为了一部分，不再那么容易摆脱。这时，阿杰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从未真正明白过，为什么那座鬼屋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它怎么能束缚我们，甚至决定我们是否能离开。我们真的解开了它的谜团，还是只是短暂的逃脱了它的控制？小李没有立即回应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神开始变得暗淡。我们一直在追求解答，想要揭开它的秘密，但当我们真的进入其中，我们才发现，或许某些谜团本就不该被解开，也许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让我们离开。阿杰微微一愣，似乎有些明白了小李的意思。他想起那座鬼屋的每一处细节，每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事件，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空虚和茫然。鬼屋的诅咒和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，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超自然的存在，它们成了他们无法割舍的记忆，成了他们无法逃避的恐惧。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任何问题，反而因为不断深入探索，陷入了更深的困境。每一层的深入，每一次的挑战，似乎都在让他们陷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圈。所以，我们到底在逃避什么？阿杰的声音低沉，充满了自问的意味。小李抬起头，目光凝视远方，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或许我们一直都在逃避自己的恐惧，我们以为解开谜团能带来答案，能让我们得到自由。可我们发现，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去面对这些恐惧，而是承认它们的存在，并学会与它们共存。阿杰沉默了，他突然明白了，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答案，不仅仅是对那座鬼屋的解答，更是在寻找对恐惧本身的解答。每一个传说，每一个谜团，都是人类对未知的探索，是对恐惧的对抗，而恐惧正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。无论他们逃到哪里，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寻找答案，恐惧永远是人类的一部分，它像阴影一样，始终紧跟在身后。他们继续走在荒野的道路上，阳光逐渐升起，周围的景色开始变得明亮，但他们心中的阴霾却始终没有散去。每一步，他们都知道，自己已经和那个鬼屋，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，产生了某种深刻的联系。或许，这种联系不会因他们离开而消失，它已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生根发芽。我们能永远逃离吗？阿杰喃喃自语。小李转过头，看着他，眼中有一丝复杂的神色。或许，逃离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。我们离开了鬼屋，但它仍然在我们的记忆中，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。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无法解答的谜团，只有接受它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。两人不再说话，默默地走在这条无尽的道路上。阳光逐渐照亮他们的脸庞，但他们的内心却依旧沉浸在那座鬼屋的阴影中，久久不能释怀。那些谜团、恐惧、死亡，无法逃避的命运，
仍然如影随形，紧紧缠绕在他们的心头，仿佛永远无法摆脱。也许真正的恐惧并不来自鬼怪，阿杰突然说道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感悟，而是我们无法面对的未知。小李沉默点头，两人继续朝前走去，身后那座鬼屋的轮廓依旧在黑暗中若隐若现，仿佛永远不会消失，永远困扰着他们。